当街巡游、当众开打，甚至要打造专属的机器人唐人街。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美国第一家人形机器人商店马上就要在旧金山开业了，而里面的主角清一色全是中国机器人。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即将开业的人形机器人商店，货架上摆的全是咱们中国品牌，包括宇树、重禽、松岩动力等多家中国机器人企业的产品。从能跑能跳、灵活走位的人形机器人，到能完成双臂协作、拟人交互、精准运动控制的工业级机器人，几乎相当于把中国机器人完整产业链直接搬到了美国线下商场。有网友调侃的特别到位，这哪是美国机器人商店，分明就是中国机器人的海外旗舰店。更有意思的是，这家商店也是不走寻常路，主打一个白天卖货、晚上格斗的新奇模式。试营业期间就直接安排了2台中国机器人，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拳击赛，现场气氛直接拉满。这场格斗赛可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实打实的对抗测试。参赛的2台机器人都是咱们中国本土的实力选手，一台是深圳新锐重禽的 PM01， 另一台是国产足式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的产品。这也是这2大厂牌的全球首次对战，一出场就燃爆了现场。开场2台机器人就抬手对峙，慢慢试探走位，紧接着就展开了激烈进攻、出拳、前压、侧踢，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有力。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贴身缠斗、高位踢腿、转身对抗、冲击这些专业格斗动作，看得现场观众直呼过瘾。不过毕竟是真实对抗，没有剧本加持，几轮打下来，2台机器人的脚步都开始发乱，重心也越来越飘，看得小编捏一把汗。最后一个回合，双方几乎同时抬腿对抗，失去平衡后直接双双摔倒，现场瞬间沸腾，欢呼声、尖叫声此起彼伏，这才是真正的科技盛宴，比看科幻电影还刺激。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机器人第一次在美国上演格斗赛。早在2025年8月11日，据旧金山标准报报道，旧金山市场街Frontier Tower 地下室就曾变身赛博朋克风格的地下机器人格斗场，上演过一场中国机器人的内战。当时，北京加速进化公司的 T1 人形机器人在铁笼里与杭州宇树科技的 G1 人形机器人激烈对战。那场比赛，参赛的机器人都穿着特别设计的服装，配备了全套职业拳击护具，头盔和拳套完全掩盖了机械骨架，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玩角色扮演的孩童。直到他们做出非人类的机械动作，才让人反应过来这是机器人。现场还有身着闪亮外套的人类主持人激情解说，墙上贴满了相关广告海报，还有机器人饮料机、赛博朋克拍照亭，氛围感直接拉满。这场格斗赛是2025年的第2场机器人格斗俱乐部比赛，首场7月举办后就迅速走红。主办者是一对从事市场营销和机器人研发的夫妻团队，他们创办了终极机器人格斗赛，号称全球首个机器人搏击联赛。比赛由人类操控，但所有拳击动作都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看完这些，大家应该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第一家人形机器人商店全是中国机器人了。不是美国不想用本土机器人，而是他们的机器人大多还停留在实验室里，要么是价格高到离谱，要么是无法实现规模化量产，更别说走进商场参与格斗，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了。不过本以为这是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美好开端，没想到美国还是急眼了，又玩起了封杀那一套。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参议院2位重量级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汤姆·科顿和民主党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罕见联手推出了一份名为《美国安全机器人技术法案》的提案。核心内容直指中国，简单来说就是全面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或使用中国企业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及地面无人载具，涵盖人形机器人、远程监控机器人等各类设备，同时严禁将联邦资金用于相关项目。耐人寻味的是，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斯特凡尼克也计划同步推出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
要知道，美国两党平时斗得不可开交，却在针对中国机器人这件事儿上高度一致，足以看出他们是真的慌了，怕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彻底拉开与美国的差距。至于制裁的理由，还是老掉牙的那一套。国家安全，两位议员宣称，中国机器人可能存在安全后门，不仅能收集美国的数据传回中国，还存在被远程劫持的隐患。科顿更是直言不讳，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着阿肯色州居民的隐私和国家安全。看到这里，小编真的忍不住想笑，这理由也太敷衍了吗？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在2020至2024年间登记在册的中国机器人采购合同只有17份，总金额大约420万美元。这些机器人主要用于 NASA 实验室设备和农业部的土壤采样，说白了就是一些普通的科研和农业辅助设备，根本涉及不到什么国家安全。大家可以算一笔账，420万美元，在旧金山这样的美国一线城市，甚至买不起2套普通公寓。就因为这区420美元的采购量，就要兴师动众推出一份法案，全面封杀中国机器人。这不是小题大做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看到中国机器人发展太快，美国自己跟不上，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阻碍中国的发展。可能有人会问，中国机器人到底强到什么程度，能让美国如此紧张？答案全在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里。根据英国科技行业研究机构 Omdia 的报告，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总出货量约 1.3万台，而中国厂商包揽了出货量前6名，合计贡献了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其中，中国厂商智源机器人2025年以5168台的年度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占比约39%。而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目前已经超过5500台，而且这还是纯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不含轮式双臂机器人，稳稳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评价到，主导这个新兴市场的并非特斯拉、波士顿动力或 Finger AI， 中国占据了全球90%的人形机器人市场。除了出货量，咱们中国机器人的价格优势也是碾压美国同类产品。中国企业凭借完整的供应链，实现了低成本规模化交付，产品价格仅为美国同类产品的1/3到1/5，这也是中国机器人能快速占领美国市场的关键原因之一。以宇树科技的 G1 模型为例，成本被精准控制在11500美元，量产销售仅为13500美元，而美国的 Agility Robotics 工业级型号动辄标价25万美元 ，Uptronic 售价15万美元，即便是特斯拉的 Optimus，目前成本也在4万美元左右徘徊，价格差距一目了然。众所周知，美国这种用立法封杀中国科技的操作并不是第一次。最典型的就是此前对大疆无人机的限制。美国曾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联邦采购大疆产品，甚至将大疆及所有外国制造无人机列入受限清单。可结果呢？禁令反而引发了美国市场的囤货潮，大疆官网瞬间售罄，经销商单周销售额同比增长超8倍。二手交易平台上，大疆无人机价格一度飙升200%。更讽刺的是，禁令发布仅2周后就做出让步，宣布对部分外国无人机给予豁免，有效期至2026年底。小编猜测，这种原则收紧、例外放宽的执行模式，很可能也会在机器人领域重现。毕竟美国自己的技术研究也需要中国机器人作为参照物，而且美国产业界对此也心知肚明。正如一位匿名的机器人风险投资人就透露，如果真按这个法案的字面意思执行，美国机器人公司得先停产6个月，找替代供应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波士顿动力的 Spot 机器狗其关键模组就来自深圳大疆的供应商。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谐波减速器同样测试过中国厂商的样品。说白了，美国机器人产业早已离不开中国供应链的支持，想要彻底封杀中国机器人，无异于自断后路。当然，对于这次制裁，中国企业也早有准备。中国人形机器人头部厂商明确表示，美国仅为全球市场之一，核心业务集中在本土与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企业将进一步分散市场布局，强化合规体系，同时加速核心技术自主化，减少对美零部件与软件依赖。所以，美国的封杀或许能带来短暂的阻碍，但改变不了中国机器人崛起的大势。毕竟，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封锁和打压得来的，而是靠技术突破、成本控制和市场落地。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